明明是一柄上古仙尊用过的仙剑，却被散修随意扔在地摊上当破烂贱卖。尽管我只用半枚灵石将其买下，但散修却暗自窃喜，觉得我是个送钱的大冤种。毕竟这飞剑不仅锈迹斑斑，而且残破不堪，就算白送其他修士，人家都嫌丢人。但他却不知道，我的脑海中藏着一块神奇的修复面板。这面板不仅能修复残次物件，甚至连重伤濒死的天地都能完好无缺的修复。只不过此时我还只是个连灵田租金都交不起的底层灵职师，所以只能咬咬牙，先花掉5个修复点，把那本顺带买来的残次灵语术修好再说。天色渐晚，我趁着夜色快步赶回家。刚进屋，破旧的木门便传来粗暴的拍打声。我立刻警觉起身，只见大门被猛地踹开，尘土飞扬间，冰冷的雨水混着腥风扑面而来。你小子死了没？没死就快点给我滚出来！门外传来一声暴怒的呼喝，闯进来的正是青玉方士出了名的泼皮无赖汪九。他向来仗着炼气中期的修为无恶不作。汪九爷，请恕我失礼，刚才睡迷糊了，实在没听到动静。我赶忙迎上前，脸上恰到好处地流露出恐惧的神情。你小子原来还活着，上个月的租金还没交，今天若是再拿不出钱，就立刻滚出这里！有钱，九爷，我有钱。我急忙从怀里摸出2枚灵石递了过去。这是上个月的租金，您费心点点。汪九随手掂了掂灵石，脸色依然难看。见状，我迅速又从储物袋里取出1枚灵石，毕恭毕敬地递上。刚才那是租金，这枚是专门孝敬您的。见钱到账，汪九阴沉的脸上终于挤出笑容。不错，听说你小子最懂人情世故，年底我再多给你宽限几天，好好干。话音刚落，他便大摇大摆地朝下一间房屋走去。那里的租客是一名千娇百媚的女修，名叫孙离。片刻后，隔壁便传来了一阵不可描述之声。我听着那动静，在心中冷骂：这对狗男女，等我修复出强大的杀伐法术，定让你们后悔。院子恢复宁静后，我端详着手中的残破灵语术，果断投入修复点。当日剩余点数8，正在修复中。短短几分钟，脑海中猛然涌现出一幅完备的行宫引导图。灵语术已修复，等阶下品木系。介绍：牵引天地雨水，复苏万物。看着这套完整版灵语术，我内心激动不已，当即开始修炼。5天后，我站在自家的灵田前迅速结印，只见白光冲天，片刻后乌云密布，细雨纷纷洒落。我精准地控制雨水滋润每一株灵植，而自己站在雨中衣衫干爽，成功了。看着田里迅速进入成熟期，价值超过8枚灵石的咸灵草，我眼中闪烁着火热的光芒。这回终于要发财了。接下来的10几天里，我全心全意地开垦施法，有了完整版灵语术加持，3亩灵田的产量暴增，连闲置的仓库都被塞得满满当当。当务之急是尽快售卖掉这些低阶灵植，然后去万法阁买一本强大的法术护身。洗漱出门后，我刚踏入万法阁，熟悉的陈掌柜便满脸堆笑地迎了上来。远哥又来了，今天想看点什么新法术？我摇了摇头道：陈掌柜，我这次来是想出售一些低阶灵植，不知价格如何？陈掌柜领路的脚步一顿，瞪大眼睛反问：等等，远哥你是要出售灵植吗？见我确认，他用狐疑的目光打量着我。远哥，你那块灵田平日的微薄收入，不是刚好只够付租金吗？最近运气好，产量大增。我故作镇定的解释。陈掌柜仍有疑虑：远哥，我们这收低阶灵植至少得20株起步，不够可以下次再来。这些够吗？我懒得废话，直接拿出了100多株咸灵草摆在柜台上。我勒个豆豆啊！够了够了，太够了！陈掌柜满眼惊愕，连忙招呼伙计点数，交易顺利完成。我望着储物袋中多出的30多枚灵石，心中狂喜。为免引人注意，我将剩余的200多株灵植分批卖给了其他店铺。最后我花光了所有灵石，买下一本残次的中品法术庚金剑诀和一件破损的低级法器龟纹盾牌，真是赚钱如针挑土，花钱如水推沙。刚回到家，我紧闭房门换出面板，剩余修复点数16可修复，残次庚金剑诀9点，龟纹盾牌18点。这面龟纹盾牌的修复点数竟高达18点，定是件极品法器。但我此刻面临汪九的威胁，急需提升战力，因此我没有犹豫，目光锁定剑诀，默念修复。片刻后，面板闪动，庚金剑诀已修复，等阶中品精细。介绍：释放灵力剑气10丈外，可隔空杀敌。太好了，终于获得杀伐之术了！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轻柔的敲门声。远哥在家吗？一个娇媚的声音飘入，让人心神荡漾。我警惕地握紧法诀，打开房门。门外正是身穿青色仙裙的女修孙离，她水汪汪的眼神中透着几分魅惑。孙道有所谓何事？我冷冷问道。远哥真厉害，昨天我看到你田里的灵植都成熟了，能不能便宜卖我一些呀？孙离轻佻的试探，我深知他和汪九不清不楚，便掏出几株灵草敷衍。这6株咸灵草直接送你吧。孙离却没有接，反而意味深长地盯着我。远哥，我今天亲眼看到你去坊市售卖了上百株灵植，你可真是个天才啊！你竟然跟踪我！我眼神瞬间冰冷。远哥，人家那是爱慕你。他笑得越发挑逗，突然欺身靠近，吐气如兰。你定是先天种田圣体，我只想好好服侍你。修仙界如此凶险，我俩何不及时享乐？
今天就算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改日再聊。我赶忙将灵草塞到他手里，冷硬地下了逐客令。孙离微微撅起红唇，收下灵芝后恋恋不舍地转身。远哥，你可真是个不解风情的木头。临走前，他还用粉舌偷偷舔了下嘴唇，走出大门。孙离来到十字路口，他秀眉微皱，看着2个方向，左边是去汪九宅院的路，右边是回家。他心中暗算，这梁远原本资质平平，如今却在10几日内种出数百株成熟咸灵草，必定身怀莫大机缘。虽然他白送我灵草，但这乱世自己活下去才最重要，顾不得别人了。念及于此，孙离狠下心肠，压下愧疚，准备去向汪九告密。可就在这一瞬，一道凌厉的庚金剑气犹如毒蛇吐信般从黑暗中猛然飞射而出，精准直穿他的脖颈。孙离惨叫一声，瞬间瘫倒在地。我缓缓从阴影中走出，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的尸体，确认四周无人后，我低头清点他的储物袋。我本已给了他一条生路，可惜他偏选了死路。回到房间，我调动灵力冲开储物袋禁止，金丝带口松动打开，里面是个3尺见方的空间。我将物品一股脑倒在木桌上，心中狂喜，这回发大财了。桌上40多枚灵石堆成了小山，5张一阶下品灵符整齐排列，甚至还有一张价值抵得上我1年收入的一阶中品灵符。更令我惊喜的是，角落里竟还藏着一柄8掌长的玉质小剑，只简单一眼，我便确信这是一柄真正的法器飞剑。3个月前，我曾见过剑修的佩剑，同样锋锐无比，看一眼便觉刺痛。我兴奋地将飞剑吸入掌心，这可是连方士都极少见，炼器后期大能才配拥有的宝物。遗憾的是，我不到炼器2层的修为远不足以驾驭它，若是能成为剑修，便能剑气纵横，斩妖伏魔。然而兴奋转瞬即逝，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茫然与惊慌。我想到了汪九，我虽然利落杀了孙离没留证据，但作为邻居，我是最大嫌疑人。万一汪九不讲证据直接动手，我又该如何自保？他可是炼器6层的高手，还拥有中品法器万寿塔。既然局势被动，我只能在东窗事发前把修复点数用到极致，提升实力。兔子急了还咬人，真到了那一步，只能拼个你死我活。我眉头猛地一展，眼中闪过一抹狠绝。今天是青玉方士的吉事，也许能趁机捡漏，甚至找到残本的御剑法门来驾驭飞剑。打定主意后，我毫不犹豫地朝方士主干道狂奔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灵符便宜卖了，新鲜灵米特优品种，方士里各种吆喝声不绝于耳。我一路扫过摊位，最终停在一个衣衫破烂、披头散发的老头面前。摊上随意散落着几本撕烂的秘籍，小友可是看中了什么宝贝？老人眼中闪过金光，这破烂是什么？我指着半本秘籍问道。这可是脸榕树，烂是烂了点，但也是少见的法术，只需1枚灵石就给你脸榕树。我心中狂喜，有了它就能改头换面，安全卖灵草了。但我嘴上却冷哼一声，转身就走。1枚灵石你怎么不去抢？小友且慢，想要可以便宜点。老人急了，一把拉住我，1枚碎灵石连带隔壁那本破玉剑术一起给我做天头，不二价。我强硬开价，卖，老夫看你顺眼，拿去吧。老人急忙点头，我扔下1枚碎灵石，抓起2本破烂秘籍便迅速消失在人群中。回到昏暗的屋子，我手捧秘籍换出面板，剩余修复点数7，可修复残次，玉剑术21点，残次脸榕树6点。我果断先修复脸榕树，片刻后面板更新，脸榕树已修复，等阶下品水系。介绍：以血为荣，改头换面扰乱气息，竟然还能打乱气息，太好了！只要改头换面，就算我去卖灵草，陈掌柜也绝对认不出我。突然屋外传来急促敲门声，我心头一跳，冷汗瞬间涌上额头。远哥，是我啊，丁伯，快开门！不是汪九。我长松了一口气，但紧接着升起强烈的厌恶。这个彻底烂透的赌徒，不是借钱就是骗吃喝。我无奈拉开门，一股恶臭扑面而来。只见丁伯衣衫不整，头发油腻发亮。我刚交完租，1块灵石也没了。你上次还欠我3块呢。我冷声堵住他的话，远哥求你了，我真改了，我1个月没吃饱了，就借我3块灵石吧。他浑身哆嗦，双唇泛白，眼中布满血丝，这是生仙丹吃多上瘾的反应。丁伯就是这样堕落的。我只说一遍，没钱，有事请回。不等他继续哀求，我一把将他推出去，重重关上门。门外丁伯顿时破口大骂：梁远，你个不是东西的畜生！我要找邻里扑杨个评理。听他提起那些烂人，我揉了揉额角，更加坚定了脱离这破地方的念头。大半个月飞逝，距交租日只剩10天。这段时间靠灵雨树催熟的咸灵草大丰收。这一日，我身穿黑衣，头戴斗笠，用脸榕树掩盖身份后走进万法阁。我一挥手，直接将1000株成熟咸灵草摆在柜台上。客官，这些全要出手。陈掌柜满脸堆笑迎上来，完全没认出我。换成灵石，我冷淡点头。随着哗啦声响，300多枚灵石落入袋中。我挥手将其收进储物袋，激动难抑，终于可以搬离破棚子，不再受那帮烂人纠缠了。离开时果然有人尾随，我施展脸榕树，配合隐秘身法绕入小巷，瞬间消失。回到家中，我拿出破旧御剑术，剩余修复点数21，我的手指微颤，终于能修复了。御剑术已修复，等阶上品精细。介绍：神念御剑，隔空控物。太好了！我激动的几乎要狂笑出声，总算能修炼正宗的御剑术，拥有真正的保命底牌了。之前那半吊子剑诀和他根本没法比。冷静下来后，我又取出龟纹盾牌，修复还需18点，一旦修好，我的战力必将全面提升。转眼到了最后几天，傍晚回到棚户区，大老远就见自家大门敞开，里面晃动着几个熟悉身影。我脸色瞬间冰冷，怒火中烧的大步踏入厉喝：丁伯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竟敢带张扬闯进我家！丁伯正萎靡地躺在我木床上，张扬则坐在床边，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。远哥回来了。张扬拍了拍丁伯，冲我油滑一笑。丁伯揉眼
点站起，舔着脸凑过来祈求：“远哥，这次一定要借我点零食救急啊！”我厌恶地甩开他，心中升起杀意，冷声问：“张扬，你来干什么？”丁博输光了零食，说：“你手头宽裕，就陪他来借点。”张扬笑中透着算计，我冷笑嘲讽：“我田里灵草熟了还没收，你们若帮我收割完，卖了零食倒是可以借你们一些。”当真？张扬一愣，随即满脸狂喜。丁博也连声催促，我不再多言，领他们来到屋后林田，100多株咸灵草香味弥漫。天呐，最少能换30枚零食。丁博眼珠都要瞪出来。远哥，你发大财了，我不贪心，借我25枚，明天就还。张扬眼神游移，显然打着独吞的主意。远哥，你手里是什么飞剑？竟然学会了御剑术，这一定值不少钱吧？他突然盯向我手中的玉质小剑，脸色骤变。我笑着点头，掐诀让飞剑绕指飞舞。不错吧？特地给你们开眼。感受到凛冽杀气，张扬神色大变，转身欲逃，想走。晚了，我眼神一厉，手指猛指，飞剑唰的一声化作流光，瞬间刺穿张扬后脑。他直挺扑倒在地。你怎么敢？丁博惊骇欲绝，拔腿狂逃。我心念一动，飞剑半空一震，掉头从他眉心狠狠穿透，收回飞剑，擦净血迹。我心中出奇平静，这种吃生仙丹的赌鬼留着也是祸害。我摸走2人储物袋，丁博的空无一物，而张扬的袋子却让我眼睛大亮，不仅有紫色丹炉、灰毛符笔、深红木头和100多枚零食，竟还有一张1阶上品隐身符。我激动的心跳加速，连忙收割灵草，掩埋尸体。回到屋内，我忽然惊觉，张扬不过是个混混，财富竟远超常人。难道他跟灵米铺掌柜有勾当？看来必须尽快赚够零食，彻底离开才安心。次日，我带着斗笠再次走进万法阁。客官您来了，稀客啊，随便看看想要点什么。陈掌柜热情迎上，显然认出我是那位神秘豪客。我看了许久，指着角落的残缺灵符道：“掌柜的，这张我要了。”那是一张1阶清心符的样符，虽残缺却既有制服心得。客官确定这可是清心符样符，虽残缺但极为稀少，售价要1枚零食。陈掌柜提醒道。我毫不犹豫点头买下，顺便添购了制服材料。我深知这带有心得的样符绝对物超所值。走出万法阁后，脸容数时笑将过，我直奔方士深处的客栈万仙楼。这里是无数散修梦寐以求的落脚处。大堂柜台后，慵懒地坐着轻纱遮面的美艳妇人，正是传说中的女掌柜楚三娘。客官要住房，她漫不经心扫我一眼，要一间房，多少零食？3枚零食1个月。楚三娘眨着桃花眼，见我直勾勾盯着她的脸看，顿时咯咯直笑。她扭动身姿走来调笑：“小友，你这般盯着奴家，在看什么呢？”我假装咳嗽，移开目光，没什么。早听闻楚三娘风韵犹存，今日一见名不虚传。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我已敏锐察觉她面纱下隐约有道狰狞伤疤。我心思急转，忽声一计：“掌柜的，我看你脸上似有极深的旧伤，不巧在下曾得一古方，恰可治愈此伤。其实我哪懂医术，不过借修复面板打掩护罢了。”当真？楚三娘娇躯猛震，眼中爆发出光彩。这伤其实是极难拔除的奇毒，我回头仔细找方子。现在劳烦先给我安排一间房。我故作高深的点头。楚三娘态度大转变，咧嘴轻笑，语气极其温柔妩媚：“奴家名叫楚三娘，小友以后若不嫌弃，私下叫我声姐姐也无妨。只要你真能治好这张脸，奴家什么都愿意满足你。”她的语气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误会了，我要是能找到此医术，可不敢提什么要求。还请楚掌柜姐姐给我带路。哥哥你还挺懂人情世故，你放心，姐姐不会亏待你。走，随姐姐来吧。我跟在她身后，心里盘算着修仙凶险，关键时候这份人情能救命。如今我没把话说死，她大概也不全信我一个炼气2层的散修，但姑且算留个念想。摆脱了外围棚子，顺利住进万仙楼。但我没闲着，当即出门，在僻静处施展了脸容术。我在张扬的储物袋里得了个丹炉，得去弄张丹方。只要还在方士，汪九早晚会找来。只有摆脱散修身份，加入宗门，才能真正心安。脸容术失效后，我快步走回万仙楼。刚进大门，迎面便撞上了一人。梁远，我眉头一皱，暗道不妙，刚想装作没听见，那人却追了上来。怎么，远哥如今发了财，不在外围棚子待着，住进了万仙楼，就不认得故人了？哦，陈阳，我有事，匆匆回来，没有注意。我不情不愿的回头，挤出一抹笑容。眼前这白衣公子哥名叫陈阳，是当初我在灵米铺扛米时认识的底层散修。他仗着长相姣好，抛下尊严，成了一名专做皮肉生意的牛郎。我对这类人向来敬而远之。我还有事，走了。我一刻也不想多待。呵呵，远哥，你还真是大忙人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，丁博和张扬已经死了，命魂灯都灭了，还有你原本的邻居孙离，尸体也被找到。你说此事与你有没有关系？我知道你对我此人有看法，殊不知我也是为了生存。修仙凶险，可不是打打杀杀，需要人情世故。你说呢？陈阳不紧不慢地说着，手中折扇花地打开，赫然写着人情2字。我心头狠狠一颤，这陈阳竟然把丁博、孙离的死联想到了我身上，他这是在敲打我，有意要挟。我眯起眼睛，杀机隐现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。小友，你可算回来，不如来陪姐姐坐坐。楚三娘缓步出门，笑靥如花。不了，我先回去。我没有多说，径直上楼。陈阳见我和楚三娘关系不浅，缩了缩脖子，没敢再出声，转身出了门。回到房间，关紧房门。我努力让自己冷静。汪九在找我，张扬背后的灵米铺恐怕也在查。现在又多了个陈阳，实力归根结底还是实力不够。我需要赚取大额灵石来提升自己。炼丹制符正是捷径。我翻出清心符的残缺样符和制符材料，换出面板。当日剩余修复点数18，当前可修复法术。破损的清心符样符可投入3修复点进行修复。修复清心符的样符已修复。等阶1阶下品水系灵符。脑海中瞬间涌
涌入制服感悟，我当即提笔画了3张，毫不意外的全部失败。但我不慌，因为废弃灵符只需1点修复点就能复原成极品。随后我施展脸容术前往万法阁，将3张修复好的清心符卖出了45枚灵石。脸容术即将失效前，我来到赫赫有名的6大宗门之一药王谷的门面。药王阁柜台后的宗门老者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我在货架上仔细寻觅，最终停在一张撕毁的单方面前。此废弃缺失的单方价值3枚灵石。好，我再找炼丹的材料，付清灵石。我收好这名叫淬体丹的残方和些许材料，转身离去。有了丹方和丹炉，我也能炼丹了。然而刚走回万仙楼对面的面铺，就有人喊住了我：“远哥，真巧啊，我们又见面了，不知可否赏脸？”前来一句，转头看去，竟是陈阳。他举着茶杯，显然等候多时了。我心头一沉，强压杀意走了过去。远哥，得，你可真是了得！我许久没有与你们这些故友联系，许久不见，想不到当初不起眼的你，兢兢业业的你，竟然也能住进去万仙楼，并且和女掌柜相熟。陈阳想搭我的肩膀，我厌恶的躲开。陈阳，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，没事我可回去了。陈阳压低声音，远哥，我见你认得万仙楼掌柜，你也知道兄弟我是干啥的，你的事情我可以只字不提，但是你得帮我牵线，介绍我给万仙楼掌柜认识，你看如何？这狗东西不仅拿人命要挟我，还想让我给他拉皮条攀上楚三娘。如果我不同意，他必定会去告发我的行踪。我考虑一下吧，没什么事，我回去了。我含糊其辞。哦，远哥你还要考虑？陈阳眼中闪过不悦，皮笑肉不笑的威胁道：“哎，终究是故友，既然相逢，我得请客，就在以前我们经常去的铺子，你看如何？否则我恐怕要去灵米铺一趟了。最近想要买些灵米。”好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。那么说定了，今晚我们不见不散。陈阳这才笑着没再纠缠。我转身走进万仙楼，心中门清，他约在方室外围，还是晚上，绝对居心不良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将计就计，成全他吧。月黑风高夜，我前行至方室外围的棚户区，一眼便看到陈阳正坐在一家挂着9字白布的饭铺前。他看似独自一人，实则目光频频瞥向暗处草丛。他大概以为我是个靠杀人夺宝才住进万仙楼的肥羊，然而他没想到，我早就贴上了那张隐身符。神不知鬼不觉间，飞剑划破浓郁的夜色，陈阳的头颅滚落在湿润的淤泥里，声音尤为刺耳。由始至终我都没有现身，熟练地收走他的储物袋。至于他埋伏在草丛里的3个帮手，也早已被我提前解决。这牛郎心底肮脏，知道我的底细，还想借机要挟，死有余辜。身形一闪，我快步遁回万仙楼，关紧房门，这才松了口气。经典战利品，4只储物袋共计358枚灵石，陈阳一人就占了310枚。翻找中，我竟从他袋里翻出半本撕破的秘籍《洞玄经》，堪比春宫图的插图，让我不禁脸红。不愧是牛郎，连双修功法都背着。面板随之跳出，当日剩余修复点数12，当前可修复秘籍残次的洞玄经，可投入9修复点进行修复，万一以后用得上呢？我咬牙选择了修复洞玄经，已修复等阶中品秘籍。介绍：交融2级之力，相互增益，提升修为。我老脸一红，将秘籍收好，顺手用剩下的3点把淬体丹的废弃丹方也修复了。翌日清晨，细雨绵绵，我来到万仙楼对面的炼丹房，正巧一扇门吱呀推开，药香扑鼻，楚三娘走了出来。掌柜，姐姐，哥哥，小友这般早就起床来炼丹吗？我来看看，姐姐丹药成了。哎，今日又浪费了一炉的材料，只炼出来3枚废丹呢。楚三娘嘴上说着浪费，眼神却笑得花枝招展，忽然凑近道：“小友，你这是看哪里呢？奴家的手还是奴家的足呢？”没有，我脸颊一热，其实我是看到姐姐你手中的废丹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卖给我，我有需要。你想要啊？拿去便是。姐姐这本来就是增气丹的废丹。她捧起我的手，亲自将丹药塞进我掌心，触感极其柔软。诺，快拿着，那就多谢姐姐了。我强压住心头的狂跳，增气丹可是一阶上品丹药，炼气初期突破的最佳神药。姐姐，半个月后我给你看看伤势，我有8成把握能够治好。拿人手短，我当即定下约定，万一这期间汪九找上门，有这份承诺在，他定不会坐视不理。你说真的，你能治好奴家的伤势？楚三娘娇躯猛颤，芳心大乱，脸颊竟红到了耳根。你要是治好奴家的脸，奴家一定给你补偿。我半个月后再来寻姐姐，我不敢再闻她身上的幽香，落荒而逃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我深居简出，直到修复点数完全恢复，才取出那3枚废丹，投入6点修复。掌心一热，3颗废丹顿时变得通体晶莹，流光四溢。增气丹已修复，等阶1阶上品，品质无瑕。介绍：初次服用可增加3年寿命，竟然是无瑕品质。我毫不犹豫地吞下1枚，5星朝天运气炼化，磅礴的灵力在丹田轰然炸开，的一声，修为直接突破到了炼气3层。剩下的2枚我暂且留着，等境界稳固再行冲击。有了这等实力，再遇到汪九也有一战之力了。算算时间，半个月之期已到。我戴上面具出门，在主干道吃完面往回走，路过一家半掩门方式暗娼馆时，门边突然探出一个脑袋。哟，远哥，竟然是你，进来玩会吧。我心底一沉，扭头就走。这女人名叫宁轩娇，而旁边那个死盯着我，正准备开口喊我的魁梧男人是她的丈夫梁从南，他们竟是我的同乡，也是带我踏入修仙界的引路人。可谁能想到，梁从南竟然亲自把妻子送进半掩门接客，自己则在门外当拉皮条的。为了赚取灵石，连尊严都能这般践踏，这种毫无底线的修仙路，真的值得吗？我阴沉着脸，身影一错，消失在半掩门前的人流中。远哥，你别走啊！同乡一场，进去玩玩吧，给你打个半折。身后传来梁从南的呼喊，我心里泛起阵阵恶心，他竟然想让
让我去光顾他的妻子，快步回到万仙楼，走过玄关，假山流水对面的亭子里，正坐着女掌柜楚三娘。我甩掉琐事，定了定神上前。半个月已过，修复点数足够，是时候拿下这份至关重要的人情了。咦，小友你来了，来来，坐姐姐旁边这里。我闻到她吐出的香风，面红耳赤的坐了过去。刚欲开口，楚三娘却抢先打断：小友，我便叫你弟弟吧。行，奴家一人走到今日，成为这万仙楼的掌柜，经历了多少，你可能都想象不到呢。不过有一点，我能够肯定，奴家这些年来都还是处子之身呢。楚三娘眼神如丝，含情脉脉的看着我，气氛瞬间暧昧到了极致。不是，姐姐，你说这些作甚？我呼吸急促。哥哥喽，姐姐是想告诉你，这都因为脸上的伤势。她言归正传，弟弟，我的好弟弟，只要你能够治好我脸伤，姐姐可以是你的人哦。我口干舌燥，努力把持住。姐姐，我先看看你的伤势，然后就治疗。你要在这里治，那姐姐就献丑了。希望弟弟你可别嫌弃姐姐。楚三娘缓缓解开面纱，左边嘴角的下半张脸保留着一片黑色的古怪伤势，若没这伤，她绝对称得上是美人。姐姐得罪了。我抬手触碰她的伤势，楚三娘微微退缩。当日剩余修复点数12，当前可修复法术黑单独的伤势，可投入2修复点进行修复，竟然只需要2点。我没有犹豫，直接默念修复。修复中，片刻后，楚三娘脸上黑色的皮肤肉眼可见的恢复。我的脸怎么了？楚三娘娇躯一震，摸出镜子一看，顿时眼珠溜圆。我的脸好了，哈哈，好了，终于治好了。她眼睛湿润，声音哽咽，随即猛然站起身，死死盯着我。弟弟，你不会是药王谷的弟子吧？你怎么有这本事？这是什么医术？竟然一触摸就好了？姐姐没事就好。这医术另有玄妙，也就是触摸一下，不需要再做其他的什么了。我含糊其辞，触摸就行了，会不会还不够？楚三娘定定地看着我，抿着嘴唇，弟弟，我可是说过要好好补偿你，报答你的。况且，也许只是触摸一下还不够，奴家还怕会反复。不如我们进去你的上房里，你再给奴家好好治治。你说了好吗？可以去。我再观察观察伤势。我话音未落，赫然被他拉起手，直奔我的房间。啪嗒一声，房门紧闭。我满肚子解释的话，在看到他那满脸红晕时，全都咽了回去。如此这般，一天一夜过去，太阳高挂，我悠悠醒来，刚坐起便双腿一软。我掏出那本《洞玄经》，只觉体内充沛的灵力几乎溢出丹田。卧槽，炼气气第4层！我惊讶的几乎跳起来。楚三娘是筑基期，一夜双修，竟让我直接突破了一个小境界。姐姐人呢？四下无人，只剩床上一滩血迹，还有一个绣着荷花的储物袋。我满怀期待的打开袋子，少说2000枚灵石，还有3张隐身符以及金刚符、大力符。有了这些底牌，我总算有了应付危机的底气。洗漱出门，还没走出玄关，就被人喊住：“远哥，我昨日见到的果然是你。”宁轩娇穿着单薄的青衫，领口极低，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发笑，压低声音道：“我要不是昨日陪客人前来这万仙楼，还不知道你竟然也住这里，并且你不仅当了牛郎，给傍上了楚掌柜。”什么？我大怒。宁轩娇连笑道：“你啊，也不小了，也体会到了修仙的不易，这没有什么可害羞的。走吧，你梁叔就在门外等着我呢。许久不见，又毕竟是同乡的，我们请客，以后你要是想我们了，别忘了来半眼门光顾我。远哥，真的是你，走，叔带你去吃点好吃的。”魁梧的梁从南也找了过来，打住，我还有事。我挣脱手，转身要走。哎呀，远哥，你可是我们带出来的呢，你别介怀啊。哎，一定是嫌弃我们所作所为了。可是你还不知道，你从南叔我当初刚来方氏的时候也不能接受，直到我得知那灵米铺的掌柜在开米铺之前，和他的妻子也是在半眼门赚灵石起家的。如今你看，他都筑基了，你从南叔我啊，以后也要在这青玉方氏开米铺，灵米铺掌柜也是半眼门发家，并且是筑基期。我心底猛地一沉，危机感陡然加剧。我真有要事在身，不便一句。我认真叮嘱：从南叔，你们记住，别提及见过我，尤其是别让灵米铺掌柜知道我在这，更别提及我，否则会出大事。言尽于此，告辞。我转身扎进人群，躲进一处巷子，关乎性命。我果断拍出一张隐身符，悄悄跟在他们身后。很快，在岔路口，一道留着3阳胡子的锦衣中年唤住了他们，正是灵米铺掌柜张怀仁。我屏住呼吸，躲在屋角偷听。哈哈，张掌柜的，你也算对我们夫妇有恩，我也是走你老路，听了你的开解，我才会送我妻子去半眼门的呢。对了，刚才我们还见到了梁远这小子，有空我们带他去河拜见探望你。梁从南话音刚落，就被宁轩娇拧了一把腰。哦，你说远哥他在哪？张怀仁笑眯着眼问。这轻描淡写的一问，让我如坠冰窟。他果然在找我，想听的都听到了。我刚要转身离开，身后突然传来细微的灵力波动，回头一看，我瞳孔骤缩。刚才梁从南夫妇站立的地方，赫然只剩下2滩血水。我惊骇欲绝，再也不敢停留，拼命逃回万仙楼，关紧门窗。我摸着一脑门的冷汗。张怀仁这种为了往上爬连妻子都能舍弃的狠人，我到底该怎么应对这筑基期的杀局？细雨淅淅，深居简出半个月后，又到了赶集的日子。我施展脸容术改头换面，戴上斗笠下了楼，目光扫过方式两旁的摊位，我停在了一个售卖傀儡材料的摊前。摊主是一名白衣女子，气质清冷，摊位上摆着一本被水浸泡过的傀儡心得手抄，许多字迹已经模糊。这位公子，你可是看中了这本傀
傀儡手抄，这其中可是记载了一阶上品傀儡的炼制法，只不过浸泡过，已经模糊了。我故作惋惜，心里却是一阵惊喜。多少灵石？一枚灵石不便宜点，我不讲价。女子神情坚定，我没再犹豫，买下手抄，又顺手买了一些炼制材料混淆视听。公子，你也深谙傀儡炼制？女子看到我买下材料，眼中闪过希冀。实不相瞒，我有一傀儡损坏，想要找人修复。你要是深谙精通傀儡，可否帮忙？你说的对，我确实深谙此道，不过我当下没有时间。告辞，我没有把话说满，那太可惜了。公子，你要是愿意，可否卖些傀儡给我？傀儡稀缺，万法阁也缺货，我短时间内需要傀儡。再说吧。脸榕树时效将至，我身形一晃，消失在人群中，回到万仙楼。我眉头一皱，门前竟矗立着一名浓妆艳抹、衣着暴露的女散修。我见过她2次，知道她也住在这里。一个年轻女修能从外围棚户区搬进万仙楼，绝不简单。哟，这位公子，我见过你好几次了，你就住在这边吧。奴家有些口渴了，方不方便让奴家进去蹭口水喝呢？抱歉，不太方便。我冷冷丢下一句，直接进屋关门。我迫不及待地拿出那本模糊的傀儡手抄，换出面板。当日剩余修复点数28，当前可修复法术。残次的傀儡心得手抄可投入1修复点进行修复，竟然只需要1点，我果断修复。傀儡心得手抄已修复，等阶上品心得，包含1阶下品、中品、上品多重傀儡炼制心得，真是捡到宝了。紧接着我又掏出当初买庚金剑诀时顺带买下的破损法器龟纹盾牌，当前可修复法器，损坏的龟纹盾牌可投入18修复点进行修复。龟纹盾牌已修复，等阶2阶下品。介绍可抵挡筑基初期的普通一击。太好了，终于有了能硬抗筑基期一击的保命底牌。不过这点准备还不够，汪九和筑基期的张怀仁随时可能找上门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翻开手抄，决定先炼制一个能充当眼线的傀儡。半天后，我看着眼前歪头歪嘴的半成品麻雀，投入了2点修复点，光芒闪过，一只栩栩如生的傀崔麻雀出现在手中，灵力催动下，麻雀振翅飞出窗外。我闭上眼，通过神念共享了麻雀的视野，100丈范围内尽收眼底。不错，那女的竟然还在摆摊。我看着麻雀传回的画面，当即用剩下的材料炼制了2个1阶中品的攻击型傀儡，傀儡刀手、傀儡弓箭手。再次施展脸榕树下了楼，走到白衣女子的摊前，我一拍储物袋，2具傀儡立在左右。女子惊得站了起来，不顾形象的低呼：“你竟然能够制作1阶中品傀儡，还是攻击型的，并且在1天之内制作完成，还是无瑕的品质。”为首熟耳。我语气平淡：“公子，都是你制作的。”他努力平复震惊：“是我失态了，1阶中品傀儡价格一般都是80枚灵石，我都要了，给你200枚，并且我需要傀儡，你能不能再给我制作些傀儡？灵石不是问题。行。完成交易后，我们来到旁边的一处面铺，认识一下，我叫何玉。我姓梁，你叫我梁道友就行。何玉打量了我一眼，见我防备心重，也没深究，坦白道：实不相瞒，我是傀儡宗的外门弟子，奈何我的傀儡炼制的成功几率太低，并且所需要太多的时间，奈何又遭到了宗门敌人的截杀，不能贸然回去。所持有的傀儡也大多都已经破损，傀儡并没有丹药和灵符那么广泛，这青玉坊市里的万法阁都没有多少，所以我需要傀儡。傀儡宗6大修仙宗门之一的弟子，难怪出手如此阔绰。原来如此，我点了点头。我有事要先走，你需要傀儡，其实我可以帮你修好破损的傀儡，但需要准备些时间。你先想想价钱，过2日再来。那好，我最近都藏身这方事。何玉咬了咬嘴唇，似是下定了某种决心。梁道友，此事关乎我性命，颇为重要。如果你帮了我愿意和你彻夜钻研傀儡，那就好，我会来找你。这句暗示让我心头一热，到我修复点数已空，只能先起身告辞。回到万仙楼，我刚关上门，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我留在外面放哨的傀儡麻雀有了发现，通过神念，我看到2道身影正鬼鬼祟祟的尾随我，甚至跟到了我房门外不远处，正是之前搭上我的浓妆女修以及一名长相凶狠的男子。傀儡麻雀悄无声息地落在屋檐上，2人的对话清晰地传入我耳中：哥，就是此人，错不了。虽然上次我见到他不是这模样，但是进去的是同一个屋子，所以他应该是施展了某种改头换面的法术。他不仅是个蔫货，应该还得罪过人，不敢以真面目示人。这小白脸能够住进来万仙楼，说明他的储物袋里一定有很多灵石。妹妹，辛苦你牺牲一下色相，哪怕让那小子尝尝鲜也在所不辞，一定要把他给讹了。哥，我辛苦啥啊？这小白脸挺俊的呢，我也不吃亏。我听着这兄妹俩仙人跳的歹毒计划，眼神冰冷，杀机顿生，连扮演门卖肉的都不如的下三滥，千不该万不该，招惹到我头上。忽然传来了敲门声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收起杀意，傀儡麻雀飞回。传回的画面显示，门外是楚三娘。吱呀一声，门打开，香风扑鼻。楚三娘没有戴面纱，完美无瑕的脸庞配合着妇人特有的风韵，让人挪不开眼。她穿着一身白色纱衣走进屋，反手关上门，眼神拉丝：我的好弟弟，多亏了你，我可算是好了，我欠你的可还没有还清呢。说罢，她柔软的手臂已经挽住了我的脖子，我顿时脸红，也知道接下来会是一场恶战。2个时辰过后，楚三娘满足地下床，我还在愣神。咦，好弟弟，你竟然还会炼制傀儡？这傀儡麻雀是你制作的吧？我略懂一二，昨天制作好的。楚三娘将飞回的傀儡麻雀捧在手心，心情大好。她忽然想到什么，一拍储物袋：诺，给你，这是我以前得到过的一个2阶傀儡术，能够炼制一种2阶傀儡，你有兴趣可以研究下呢。我接过手抄一看，竟然是炼制2阶傀儡，嘿的法门，甚至能用作坐骑。我正愁没有灵宠逮捕，这简直是雪中送炭，那就多谢姐姐了。这傀儡术实在贵重，
恐怕几百灵石都买不到的。哥，姐姐怎么可能亏待你？姐姐有事走了，你好好修炼，说不准有朝一日还需要求到你的头上呢。他搂着我的脖子亲昵了一番，这才离开。我心情舒畅，暗道发了，果然治好他是个正确的选择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深居简出，埋头研究傀儡术。转眼间，修复点数又恢复到了20点。傀儡麻雀这段时间充当眼线，发现汪九正骂骂咧咧的到处找我，扬言要把我挫骨扬灰。更让我压抑的是，那位筑基期的灵米铺掌柜张怀仁也经常在附近出没。妈的，说到底还是欺负我没实力，但我也不是谁都能欺负的。我压了压斗笠，推门而出。那对想玩仙人跳的蔡氏兄妹，修为不过炼气4、5层，今非昔比，怕他作甚。刚走到万仙楼玄关，就巧遇了蔡山。他浓妆艳抹，带着甜蜜的笑容迎上来，有意搭讪：“这位公子，又是你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挺有缘的呢。”“是啊，挺有缘的。姑娘，你也住这？”我表面和善配合，心里却在冷笑：“公子修仙寂寞，认识一下吧，我叫蔡山，今晚我们一起逛方士，不知可好？”“甚好，晚上我在此等你。”我装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，答应下来，闲聊几句后便离开。一出万仙楼，我立刻躲进角落，放出傀儡麻雀跟踪他。画面传回，我脸色一沉。蔡山去了方士的一家茶楼，那里不仅有他哥哥蔡光，竟然还有汪九。原来这仙人跳的团伙里还有这个方士恶霸。好在蔡山搭讪我只是巧合，他们还不知道我就是汪九要找的人。呼，我吐出一口浊气，如释重负。既然汪九也在，今晚就一起做个了断。我不再理会他们，走向与何玉约好的面铺。梁道友，你来了。何玉远远的招手，走，换一个地方说话。何玉带着我回到了他租在万仙楼对门的住处。进屋关好门后，男女共处一室。这位性格清冷的傀儡宗女弟子竟有些脸红。梁道友，你和掌柜什么关系？刚才在楼下撞见楚三娘时，气氛有些微妙。总之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随口搪塞，何玉也没深究。玉手一拍储物袋，毫光闪过，遍地都是奇形怪状的破损傀儡，少说也有20多个，每一个都残留着刀劈斧砍、烈火灼烧的痕迹。这都是你的傀儡？你这是经历了什么？我倒吸一口凉气，能把傀儡毁成这样，他的敌人起码是炼气后期。道友，你看能修好呢？能。我斩钉截铁，只不过需要一些时间。目前我只有20个修复点，根本修不完这么多。梁道友，你放心，灵石管够。何玉咬了咬牙，似乎下了极大的决心，红着脸说道：“道友，你真有这本事，我可以考虑和你结为道侣。”我颇为意外，堂堂宗门弟子，为了保命竟也愿意付出这种代价。不过这正合我意。梁道友，你看如何？你放心，我洁身自好，年纪刚到20，还留着手工杀，绝对不会让道友嫌弃。他脸红到了耳根。和道友，我其实也有个不情之请。首先，傀儡我能修好，我今天就能修好一些。今晚我有一场恶斗，能否借你一个强大的傀儡做底牌？放心，有你操控，我也拿不去。今天就能修好一些傀儡。何玉一脸震惊，指着地上那具长着翅膀、最凶悍的猛虎傀儡说道：“梁道友，这就是我最厉害的傀儡，2阶下品。你今天真能修好？真要如此，我可以借你，由我操控就是了。你只要当天修好，灵石1分不少，并且我当晚就能给你。”我点点头，走到那具傀儡前，手搭了上去。当日剩余修复点数20，当前可修复物品破损的傀儡如虎添翅，可投入18修复点进行修复。那个何道友，不如你先转过去，不得已神念窥探，我修复一下，好了你再转过来。好。何玉表示尊重，转身并封锁了60。我立刻默念修复，掌心一热，傀儡表面皱纹流转，那断掉的后腿和折损的翅膀在光芒中瞬间复原。傀儡如虎添翅，已修复，等阶2阶下品，傀儡修复好了。是什么？这么快？何玉猛地回头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前后不过3个呼吸的时间，他扑上去摸索着傀儡完好如初的腿和翅膀，连一丝修复的裂痕都没有。这怎么做到的？他喉咙滚动，满眼骇然地看向我。我笑了笑，没有过多解释。现如今该准备的都准备了，有些事情也是时候去了断。青玉方士夜主干道上行人寥寥，蔡山穿着单薄的青衣，隐约可见里面的红肚兜。他浓妆艳抹，有意无意地往我身上蹭。我压低斗笠，俨然没有施展脸容术。梁哥哥，我房租没交，今晚我能去你那儿过夜吗？当然可以，哥哥今晚好好疼你。不知不觉间，我们走到了僻静的尽头。蔡山一副羞涩模样，我则装作被迷昏了头的愣头青，抓住他的手，心里却在暗道：四下无人，应该来了吧？果然，小贼，放开我妹妹！一声怒喝，蔡光快步走来。哥，蔡山快步迎上去，哼哼。蔡光把他护在身后，冷笑道：小贼，你知不知道她是我妹妹？搞我妹妹，你必须给我个交代。你说此事怎么解决？啪啪，我嫌弃地拍了拍刚才被蔡山碰过的衣服，卸下伪装，平静说道：可算是来了，早就怀疑你们是仙人跳。我有些意外汪九没现身，但通过不远处的傀儡麻雀，我已经看到汪九正躲在主干道后方把风。蔡氏兄妹微微一愣，旋即都笑了。蔡山不再伪装，一脸坏笑：哥，这小白脸竟然还猜到了，挺聪明的，我挺喜欢的呢。我就说让我和他过夜，让我舒服舒服，你再来嘛。蔡光凶狠地盯着我，哼哼，小子，遇到我们算你倒霉，不过仙人跳你是没有福分了。四下无人，你以为你还能活着离开吗？有什么遗言你就说吧，一会你可没机会了。说话间，他掏出了一把明晃晃的大刀。先告诉你们我的名字吧，我叫梁远。我漫不经心地说道。梁远。蔡山一愣，有点熟悉，你就是汪九找的那个梁远。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一道庞大的黑影在他们身后轰然涌现。不好，这是什么？蔡光余光一扫，顿时头皮发麻。那是一头浑身如铁水浇筑、长着双翅的老虎傀儡，2阶下品的威压堪比筑基。偌大的虎爪狠狠挥下，蔡光举刀欲挡，却如螳臂当车，嗤嗤啊！利爪划过，蔡光当场被腰斩。蔡山想逃，却已来不及。不，一
一声惨叫，他直接被傀儡碾压在潮湿的地面上，肠子流了一地。我身形一闪，收走他们的储物袋，对着暗处操控傀儡的何玉点了点头，让傀儡藏了起来。来了吗？梁远，你个杂碎，竟然是你！一名身材高大、左脸有刀疤的黑脸大汉快步赶来，右手托着一座玄色宝塔，正是汪九。他如何也想不到，当初那个对他点头哈腰的底层散修，竟然杀了他2个同伙。他没看清刚才出手的傀儡，自是有中品法器万寿塔，丝毫不惧。我双眼赤红，积压了1个月的怒火彻底爆发。我没有让何玉帮忙，我要亲自宰了他。啪！嗖！我二话不说，拍出一张隐身符，身形瞬间消失。嗖！2阶飞剑化作流光，直刺汪九脑门。什么？汪九大惊，慌忙举起万寿塔格挡。当的一声，他被震得心头骇然。这飞剑的威力绝不是1阶法器，给老子死！他怒目圆瞪，凭着直觉朝灵气波动处砸来。嗡！一面龟纹盾牌浮现，2阶防御法器的浑厚灵力如大山般不可撼动。这是2阶的防御性法器，并且梁远的修为真至了炼气4层。汪九彻底慌了神，大家都是炼气中期，这还怎么打？是飞剑破空，瞬间贯穿了他的眉心。哒哒哒！我解开隐身符，走到汪九的尸体旁，看着这个曾让我夜不能寐的恶霸，如今变成一具死尸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畅快。我捡起他的储物袋和万寿塔，这件曾让我感到巨大压迫感的1阶中品法器，此刻在我手里轻如玩具。不知不觉间，我的实力早已碾压了他。呼！我长吐一口气，爽！梁道友，你竟然还会御剑，并且那把还是2阶飞剑，就连我都没有。何玉收起傀儡走出来，满脸震惊。我心里一喜，原来从孙离那儿得来的飞剑竟是2阶。先回去，我懒得管这3具曝尸荒野的尸体。走了一段，我发现何玉处在原地。何玉抿着嘴唇，鼓起勇气道：“梁道友，我之前说过你帮我修复好傀儡，我和你结为道侣，不如今晚你在我哪里过夜？”看着他羞涩的模样，我心头一热，微微点头。一夜不眠，洞玄经再次大显神威。翌日清晨，何玉红着脸莞尔一笑：“梁道友，如今我们的关系也不必这么生硬，我就叫你公子吧，你叫我小玉。”好。咦，小玉，你的气息我突破了，多亏了你的那本洞玄经，我的修为同样精进不少，随时可能突破到第5层。心情舒爽之下，我开始清点汪九的储物袋。公子，这法器似乎是用来收服灵兽的，能够将灵兽装进其中，一般都是万寿山的弟子在用。这汪九也许和万寿山有关。何玉指着万寿塔提醒我，仔细把玩，发现这塔在炼气期只能收纳1只灵兽，而汪九居然把它当砖头砸人，正好便宜了我。咦，我从袋中翻出一枚灵玉，这个我认得，是传讯符，上面写着青玉2字，恐怕是联系青玉方氏主人的传讯符吧。何玉认了出来，汪九死后，他承包的外围灵田必定成了无主之地。我决定去外围看看，顺便抓只灵宠。当然，我也得时刻防备着那个灵米铺的筑基期掌柜张怀仁。青玉方氏外围，我和何玉走过底层散修的棚户区，前方山头上隐约传来清脆的鸟鸣，火鸾鸟，这是一种1阶下品的灵兽，很便宜。何玉解释道，这里圈养着上百只羽毛绚丽的火鸾鸟，其中有几只无精打采，显然是病了。我眼睛一亮，修复点数能治病，这可是捡漏的好机会。远哥，你来要买灵兽不成？一个头发凌乱、营养不良的中年散修走来，他叫林成，我以前住外围时就认识他，为人老实。是啊，林叔，此乃1阶下品灵兽，成熟期还能够释放火焰，哪怕没有成熟也可以买回去宰杀，营养价值很高。林叔，你怎么不宰几个吃了？我租金都快要交不起了。林成苦笑，哎，这几个不是生病，是火属性的血脉病，挺过去了还能提升品阶，可惜几乎都挨不过去，死之前卖不出去，我就得亏掉。那好，我买个生病的吧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你挑一个。林成感激涕零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突然传来轰的一声灵力爆响，是灵力的波动，发生什么了？去看看。我们赶过去，却只见一地碎石，不见人影。不对，林叔，你赶紧回去，恐怕是有人声东击西，偷你的灵兽。我猛地反应过来，什么？林成急忙往回跑。等我们赶回时，已经晚了。原本100多只火鸾鸟，如今只剩下遍地狼藉的羽毛和5只病鸟。天杀的，狗入的，哪个丧尽天良的偷我灵兽？出来，我和你拼命！谁？究竟是谁？林成崩溃了，这是他全部的家底，倾注了无数心血，如今却被贼人一锅端。妈的，这些贼真是该死！我也气愤不已。林叔，你先消消气，把那只生病的给我，我有办法把贼人引出来。你真能找到他们，能找回来我的这些火鸾鸟？林成抹着眼泪，连忙把病鸟抓给我。我接过火鸾鸟，入手温热。当日剩余修复点数3，当前可修复物品：火属性血脉病的火鸾鸟，可投入1修复点进行修复。修复，掌心一热，原本萎靡的火鸾鸟瞬间精神抖擞，体内的火属性暴增10倍，羽毛变得金光熠熠，火光流转。火鸾鸟血脉病已修复，等阶2阶下品，品质极品火属性灵兽。介绍：拥有1丝青鸾血脉，极品火鸾鸟能当飞行坐骑，还能辅助筑基期战斗，竟然直接跨越成2阶极品灵兽。极品火鸾鸟颇具灵性，轻易地蹭了蹭我的手，我当即滴血认主，将其收为灵宠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火鸾鸟的火属性竟然这么强烈？何玉惊得捂住了嘴。远哥，你这运气怎么这么好？林成刚经历了倾家荡产，转眼看到自己卖出的病鸟在别人手里变成了极品灵兽，一阵眩晕，险些背过气去。林叔，你听我说，我的计划是这样的。我赶紧安抚他，只要把这只进阶的极品火鸾鸟放养在这里作为诱饵，那些贪得无厌的贼如果得知消息，一定会回来。这法子可行。林成眼中迸发出可怕的光芒，只要能抓到人，他拼了老命也要把这群贼留下。林叔，我先回去了，灵兽任我为主，偷不走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会揪出来他们的。告别林成后，我和何玉往回走，帮他不仅
是因为同情，我有着长远的打算。邻里铺的张怀仁依然是个致命威胁，我要进一步破局，就必须在方氏站稳脚跟。汪九死了，他名下的产业空了出来。汪九储物袋里的那张传讯符，正是我承包外围林田发展势力的钥匙。既然要当外围的承包商，那些偷鸡摸狗的贼人就必须除之后快。极品火鸾鸟就是我抛下的诱饵。公子，我们回去了吗？回到万仙楼关紧房门，我拿出传讯符，向何玉解释了我的计划。何玉如今是我的人，自然全力支持，甚至愿意拿出灵石帮忙。我渡入灵力，玉符亮起，传出一个老人的声音：何事？前辈，我想租地。你在何处？晚辈在万仙楼。好，你在门前等我。没多久，万仙楼外走来一老一少，老人身穿玄袍，神情严厉，身边的少女15、16岁，眼神灵动，就是他们了。我迎上前去，何玉小声传音：公子，那就是方氏之主吗？奇怪，他应该筑基了，吸髓伐骨过，却丹田破损，修为尽失，拥有强大的肉身，丹田破损，我心头一喜，只要有修复点数，这天下就没有我修不好的东西。若能借此赚取方氏之主的人情，张怀仁还敢动我？我压下激动，谨慎应对。老人自称姓方，行事利落，我交了5000灵石做押金，顺利租下了100亩棚区、100亩灵田和100亩灵兽山林。签下契约灵符后，方老带着少女离开。转眼间，我从底层散修摇身一变，成了方氏的承包商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带着斗笠，施展脸容术在外围打理产业，遇到曾经的邻居，他们虽然认不出我，但见我承包了这么多地，无不阿谀奉承。啧，厉害啊，这位兄弟，也算是出头了吧？以后你可要多多关照啊！我只是微微点头，拉开距离，暗中则用傀儡麻雀时刻警惕着张怀仁的动向。巡视到临城的灵兽养殖场时，我神色一动，来的正是时候。贼咬钩了，有贼啊！抓贼啊！狗入的，天杀的啊！凌城提着水桶，发现仅剩的5只火鸾鸟全都不翼而飞，愤怒的大喊。我通过傀儡麻雀的视野，早已锁定了远处山林石堆后躲藏的2道身影，一对只有炼气3层的父子。嘿嘿，太好了，2阶灵兽到手了，儿子，我们发了。尖嘴猴腮的中年人捏着隐匿符，笑得贪婪。哼哼，爹，我可是听说了汪九命魂灯都灭了，却又有人承包了方氏外围的许多处地方。这次的人也没有汪九的手段，我远远瞧见过。太年轻了，他们一定发现不了我们。是啊，那一男一女，这把年纪哪里来的灵石承包，真是不公。等他开始招人，我们继续光顾他。谁叫他有灵石，不偷他偷谁？父子俩正得意，一道银光倏然而至。儿子，你快走！中年人大惊失色，一把推开儿子，噗，2阶飞剑瞬间将他透心凉。爹，你挡住！那儿子毫无悲伤，竟拿父亲的尸体做挡箭牌，转身就逃。该死，怎么会被找到？圈套，这是个圈套！他终于反应过来，2阶灵兽早已认主，噗，飞剑在空中绕了个圈，瞬间从他后脑勺穿透而出，红白之物洒落一地。我和何玉现身，迅速收起他们的储物袋，里面有个1阶下品法器兽环，被偷的火鸾鸟全在里面。就是这2个贼子偷人家灵石，真是可恨，活该！何玉愤愤地踩了2脚。听到动静的林丞相头怒狮般冲了过来，看到地上的尸体，激动的脸色涨红。哈哈，好啊，可算是赚到了这2个贼。他娘的，偷我灵兽，什么不当给人当贼，下辈子注意点。远哥，我可太感激你了，要不是你，这2个贼子今天又得手，把所有灵兽都偷了个精荒。诺，林叔你看，都在这里呢。我把兽环递过去，林城放出灵兽清点，1只不少。哈哈，太好了，都拿回来了，都在这里。远哥，这都多谢你了啊。林叔，不用客气的，我要回兽环，将极品火鸾鸟收起，寒暄几句后迅速离开。我并不知道，我走后不久，方老带着孙女循着动静来到了这里，并从林城口中得知了我治好火鸾鸟血脉病，使其进阶2阶的事。2个月后，夏天到了，这段时间我靠着承包外围赚得盆满钵满，成了方氏里的隐形富豪。今日赶集，我照例施展脸容术，带着斗笠和何玉一起下楼。刚出万仙楼，我就看到对面的摊位中有一道熟悉的身影。方老，他怎么会在这里摆摊？虽然我改了容貌，但他看到我身边的何玉，立刻对我点了点头。既然被认出，我索性大方走上前。方老盘坐在树荫下，身前的白布上摆着几样物品，我一眼就相中了一卷被火烧了一半的羊皮纸。这是一张名为《小护山阵法》的阵图，虽然残破，但对我来说简直是瞌睡送枕头。这段时间外围偷盗之事仍有发生，有了阵法，我就能一劳永逸。小友，我认得你，最近可好？方老率先开口，见过方老前辈。这个多少灵石？我指了指残破阵图，以我有缘，也算认得。这阵图损坏，给你就是，不收你灵石。方老淡淡说道。我神情平静地收下阵图，心里却门清，天上不会掉馅饼。他堂堂方氏之主跑来这儿摆摊送阵图，绝对是因为查到了我治好火鸾鸟的事。他这是要请我修复他那破损的丹田了。方老前辈，我便先回去。捡漏了阵法图，我心里暗喜。方老依然老神在在，我也沉得住气。有些东西太容易得到便显得廉价，让他先开口，这修复丹田的人情才能卖得更大。好。方老低垂着头，没有多言。我转身回到万仙楼，有了这阵图，外围承包的生意就稳了。哟，我的好弟弟，你在忙什么呢？刚进门，香风扑鼻，楚三娘迎面而来，瞥了一眼旁边的何玉，花枝招展的对我笑道：“小玉，你先回去，我有些事情和掌柜的说。”我咽了咽口水。何玉虽然不知道我和楚三娘的关系，但女人的第六感让她察觉到了异样。她抿着嘴，乖巧的回了自己房间。她一走，楚三娘便挽住我的脖子，将我拉进了房间。久别重逢，免不了一场翻云覆雨。事后，我顺势问起了方老的底细。方老，姐姐自然是知道的。楚三娘身上只剩一件红肚兜，长腿还压在我身上，吐气如兰。方老原名方先信，也就是青玉方氏的主人，原本是筑基后
后期的大修士，实力非常强大，可惜了，修仙生存其实颇为的现实，有些时候无法避免的冲突。他与人一战，虽然杀死了死敌，却丹田受伤，实力只剩下筑基淬炼的肉身。他背景也不简单，我的好弟弟，转眼你竟然都承包外围了，都认得方老了。姐姐果然没有看错人，哥哥喽，今日姐姐满意了，如何？姐姐比你那小浪蹄子强吧？显然，楚三娘早就摸清了何玉的底细，她就是喜欢这种偷偷摸摸的刺激。姐姐走了，有空再找你。楚三娘披上纱衣离开，我揉着发酸的后腰苦笑，这女人真是如狼似虎。稍作休息后，我准备修复阵图。这2个月来，虽然偶尔帮何玉修傀儡，但修复点数还剩35点，足够了。就在此时，我神情一动，旋即大怒，我推门而出，直奔万仙楼后院。假山流水间，我那只充当眼线的麻雀傀儡被人从屋檐上打了下。我捧起破损的傀儡，脸色冰冷，哼，这是你的傀儡，好呀，可算是找到人了。说，你为什么让傀儡在此？你见到了什么？假山后，一个衣衫不整的青年男子恼怒地走出来，指着我质问，告诉我你是谁？用傀儡窥探于我，你必须给我个交代。我刚要发火，假山后传来一声娇滴滴的女声呼唤，男子这才冷哼一声，转身回去，这就走了。打坏我傀儡，我还没有责问你，怪我头上了。出门就遇到这对狗男女，真是晦气。其实借着麻雀傀儡，我早就知道那没露面的女人是谁，邻里铺掌柜张怀仁的妻子张夫人。张怀仁为了找我报仇，连我同乡都杀了，他老婆却背着他在万仙楼偷人。这奸夫名叫牛一之，炼气后期修为，为了灵石和资源，连筑基修士的老婆都敢勾搭。此事没完，我冷着脸回到房间，用1点修复点修好麻雀，随后掏出了那卷烧焦的羊皮纸。当日剩余修复点数34，当前可修复物品，废弃的护山阵图可投入2修复点进行修复。修复，流光闪过，烧焦的羊皮卷瞬间复原。小护山阵法已修复，等阶1阶下品，品质极品，护山范围横跨100亩地。介绍，能沟通大地，形成屏障迷雾，抵挡筑基期以下修士。我惊喜万分，立刻带着阵图去找何玉。这是公子，你这阵图不是毁坏的？何玉捂着嘴，瞪大了眼睛。之前在方老摊位前，他明明看到阵图烧毁过半。我运气好，得到一种药水，能够修复。我随口搪塞，太好了，有了这个阵图，我们承包的方氏外围就再也不怕贼人惦记了。何玉惊喜万分，公子，你运气也太好了。不，这是机缘，我们修仙最重机缘了。我跟着你果然没错。他手指在我胸口画圈，眼神流露暧昧。我又是一愣，这刚应付完楚三娘，还得继续。不过双修洞玄经的确大有裨益。最终在大量的灵石和双修辅助下，我的丹田传来一声嗡鸣。我炼气7层，我正式踏入炼气后期的行列，突破了。以后我也是炼气后期的修士了，我激动不已。恭喜公子！何玉脸颊微红，他也已达到炼气圆满。走，我们布阵去。我和何玉立刻前往外围，在万法阁买齐阵旗，忙活了一整天，终于将承包的100亩地界全部用阵法笼罩。凌城等底层散修见状，喜不胜收。而在阵法落成的瞬间，方氏深处，爷爷，是阵法的波动，还是我们才会的小护山阵法？15、16岁的方如霜推开方老的房门，满脸惊讶。如霜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方老当即起身，他心里清楚，这阵法必定是我布下的，凭借破损的阵图也能推演全貌。这位方氏之主恐怕已经把我当成了阵法天才。布完阵后，我和何玉准备回万仙楼，借着傀儡麻雀的视野，我眉头微皱，有人跟踪，正是那个张夫人的奸夫牛一之。他和张夫人的丑事走钢丝，生怕我用傀儡看到了什么，这是要杀人灭口。他妈的，找死！不惹我还好，惹我看我不收拾你。公子怎么了？一个恶心的奸人！我将牛一之和张夫人的破事告诉了何玉。小玉，等我片刻，我要杀个人。我们手里还剩下几个阵旗，不如试试用阵法对付这恶心的家伙。我神色一动，冷笑着在四周布下阵旗。身后牛一之正摇着折扇向闲庭信步搬跟来，嘴角挂着残忍的冷笑。哼哼，小子，要怪只能怪你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。我和张夫人的事情绝不能让人知道，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，人不狠站不稳。我也是为了修仙，为了生存，勾人老婆也是为了灵石。你别怪我。咦，这是什么？他脸色骤变，发现四周不知何时起了浓雾，不好，是阵法。他转身想逃，然而为时已晚。吃迷雾之外，银光一闪，迷雾之中，人头落地。人还是要走正路，偷人什么的，不管什么时候都有可能被打死。我和何玉从迷雾中走出，来到牛一之身首分离的尸体旁，我蹲下身，取下他的储物袋。这可是筑基7大修士老婆的奸夫，应该很富裕。神念一扫，我两眼放光，满满当当的灵石，少说也有1000枚，这是我摸尸以来见过最多的一笔巨款。小玉，我们发了，见者有份，灵石给你一半。何玉探头一看，也是眼睛一亮。咦，我突然在储物袋角落看到了什么，脸色大变，哗啦一声将袋口拉紧。草，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这贱人奸夫真是什么都敢要，这不是害死我吗？真是该死啊！这王八蛋不被我打死，恐怕迟早被张怀仁逮到打死。张怀仁的本命灵宝竟然都敢要。储物袋中赫然躺着一枚金光熠熠的四方印章，我在灵里铺当小工时见过，这正是张怀仁的筑基7本命法器金刚印。这奸夫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连这种要命的东西都敢拿。这法器里必定留有张怀仁的一丝神念，只要一拿出来，他立刻就能感知到。公子如何了？何玉不解地问。这法器是我一死敌的本命法器，这该死的奸夫，他偷的人也正是我这位筑基7死敌的结发妻子。我阴沉着脸解释。什么？竟有此事？岂不是说这是烫手山芋？那我们怎么办？把储物袋都扔了？我有办法，这可是2阶中品以上的法器，我怎么舍得扔？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个人选，方氏之主方老。
道，他一定有办法抹除其中的神念。我收起阵旗，直奔内围，途中取出了那枚刻着青玉二字的传讯符。小友，你找我。不多时，残阳斜照的万仙楼前，我将方老爷孙请进了庭院的凉亭。呵呵，楚三娘这丫头的万仙楼经营的不错，看来我也要来这里租个住处才行。如霜，你说呢？爷爷，你租2间吧，我自己1间。方如霜笑道，看来方老和楚三娘相熟，我没有绕弯子。开门见山，方老前辈，我听说了你的伤势，丹田受损，也听说了你询问过林城，得知我医治了灵兽的血脉病，所以晚辈斗胆看看前辈的伤势。实不相瞒，晚辈有一手医术，专治此等伤势。方老一愣，爷爷，你说话。方如霜急了，小友，你真有办法。既然小友你快言快语，打开天窗说亮话，那么老夫我也明说了，你真要能治好我的丹田，我的一切都可以给你，包括我这水灵灵的孙女。方老掷地有声，语气无比真诚，丹田关乎他的修为和寿命，他绝对没有开玩笑。方如霜脸颊通红，跺了跺脚，我被他这娇俏的模样看得一愣，直到腰间被何玉狠狠掐了一把才回过神。小友，你说吧，知道你也有求于我，才会来找我，我说的可对？方老目光如炬，确实有一事相求。我取出牛一只的储物袋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有一死敌，筑基期的修士，我一直都在躲避他的追杀，因为一些原因，他的本命法器被我得到，就在这储物袋子之中，其中有着他的一丝神念。方老前辈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能够剔除此法器之中的神念，让我占为己有？方老来了兴趣，方如霜也好奇地凑了过来，这其实很难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强行损坏，让神念无所遁形。毕竟本命法器不完整的话，神念也就无法留存，只需要1刻钟就会散去，哪怕是法器的主人，也会因为本命法器受损，受到一定的损伤。如此这般，这法器留在手中，你也用不了不是？小友，你可想好，你真要这么做，损坏法器重创敌人，这是修仙界的常识。何玉替我感到惋惜，毕竟那是2阶法器，但在我听来，这简直是天籁之音，别人眼里的废铜烂铁，在我这里只要投入修复点数，就能完好如初。行，有劳方老前辈，我要损坏它，倒不能让他知道是我，也不能让他知道在这里。我毫不犹豫，这简单。方老笑了笑，小友有所不知，我擅长阵法，等我布阵屏蔽日子，片刻即可。放心，我爷爷的阵法可以让本命法器的主人完全感知不到，从储物袋拿出来都没事。方如霜自豪地补充。方老立刻布下隔绝阵法，我将金刚印递给他，2阶上品金刚印，可大可小，不错的法器。方老一眼就认出了法器的来历，但他没点破，直接用一件古状法器狠狠敲下，咔嚓，金刚印碎成2半。我几乎能想象到此刻张怀仁吐血3升的凄惨模样。多谢方老前辈，我接回破损的法器。前辈，你帮了我大忙，我答应你，我必定能治好你的丹田。不过我需要一些时间，也不会太久。其实我现在就有30点修复点，但我必须留一手。这不仅是为了修复金刚印，增加自己的底牌，更是为了保持方老对我的倚重。你说必定？方老极力压制着，激动。好，你所需要时间，我等得起。这么多年我都等了，我不急。如霜，给我取来1张天雷符。小友有仇敌在这青玉方室之中，不能有事了。好，方如霜立刻递给我1张灵力充沛的灵符，天雷符，2阶下品杀伐灵符。我眼睛都直了，这可是能重创甚至击杀筑基初期的保命底牌。何玉也惊讶地张大了嘴。那么前辈，我就先告辞了。我收起灵符，转身离去。2阶天雷符，2阶上品金刚印，今天这波简直赚妈了，万里无云。我走过万仙楼后院的小桥，心里盘算着当前的局势。张夫人偷人的事情，让我离危机又近了一步。张怀仁不仅丢了老婆的清白，连本命法器也被我毁了。反噬之下必定重伤发狂，危机已经到了最顶峰。但好在我也积攒了足够的底牌。何玉、楚三娘还有方老那份天大的人情。正想着，一道沙哑且愤怒至极的声音突然从左侧100丈外传来：梁远，是你，一定是你！一只的命魂灯灭了，一定是你做的。说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是不是你杀了我的一只？我心头狠狠一震，在万仙楼怎么会有人直接喊出我的名字？我转头看去，声音传来的方向正是不久前我那只麻雀傀儡被打落的屋檐下。看清来人后，我冷冷一笑，那妇人衣衫不整，大片肌肤裸露在外，包臀裙下双腿修长，她眼眶通红，脸上还残留着未退的春情，显然不久前刚哭过。这不正是那个红杏出墙的张夫人吗？牛一只的命魂灯碎了，作为母灯持有者的她第一时间得知了死讯。她曾在灵米铺见过我当小工，认出我并不奇怪。张夫人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说我干嘛了？牛一只是谁？什么牛一只？我并不知情，你别血口喷人了。我冷冷否认。哼哼，张夫人怒指着我，就是你，还装傻？我见到你就知道是你，那天的麻雀傀儡就是你的，你早就知道我的事情。张夫人，你也不想你的事情被你丈夫知道吧？我表面示弱，心里却在冷笑怒骂，这荡妇偷人就算了，奸夫死了搞得像死爹一样，竟然还敢来找我寻仇，真是不知死活。你张夫人显然不想善罢甘休，我话锋一转，轻佻地说道：张夫人，你也不过是寂寞而已，不如我陪你。身旁的何玉都愣住，张夫人也是一怔，看着我俊朗的面容，竟然怒意全消，甚至眼中再次泛起春光。方氏底层傍上掌柜夫人吃软饭的事屡见不鲜，她大概真以为我想帮她。然而就在她愣神的刹那，我毫不犹豫地拍出1张灵符，正是不久前方老赠予的杀伐至宝2阶天雷符，急急如律令，咔嚓，轰，晴天霹雳，一道狂暴的天雷撕裂虚空，轰然而下，轰隆，砰！张夫人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，瞬间被劈成了一具焦炭。2阶天雷的威力，岂是她一个只会偷人的准筑基夫人能躲过的？死了，走！我杀伐果断，身形一闪，收走焦尸上的储物袋，拉着何玉迅速离开。不远处，楚三娘目睹了这一切，她挑了挑
挑眉，低语道：“我的好弟弟真够利索。”随后他立刻抛出灵符，掩盖了这里的灵力波动和张夫人来过的痕迹。另一边，同样租住在万仙楼的方老爷感知到了天雷符的波动，他微微一愣，心道：这小子出手还真不含糊，二阶的灵符说用就用了，果决果断，不是善茬，是个不错的苗子。回到房间，关紧大门，我连呼吸都没有乱，我甚至有些惊讶，自己竟然已经对杀人如此麻木了。张夫人死后，张怀仁那边肯定也会有他的命魂灯，老婆死了，本命法器被毁，这笑面虎此刻恐怕已经彻底疯了。呼，事情越来越急切了，我让何玉先回房，反手取出了那尊断成两半的金刚印，别人眼里的废品，在我这里却是绝世杀器。当日剩余修复点数32，当前可修复法术，破碎的金刚印可投入26修复点进行修复，竟然要26点，不愧是二阶上品的法器。我毫不犹豫的默念修复，金刚印已修复，等阶二阶上品精细法器。介绍：以灵力御之，迎风而长，搬山砸去，可在10丈之外隔空杀敌。太好了，这件法器比我的飞剑还要高出一阶，绝对是目前最强的底牌。之呀，我推门而出，何玉正盘膝坐在外面，我没提金刚印的事，顺手掏出张夫人的储物袋。公子，你不必分零食给我，你的那张天雷符如此昂贵，这些你都收下。何玉善解人意，我看看。打开储物袋，里面足有7、8千枚灵石，还有大量修仙材料，虽然抵不上一张二阶天雷符的价值，但也算回了点血。咦，我从杂物中翻出一个瓷罐，上面贴着标签二阶紫玉膏，打开盖子，一股充沛的灵力混合着强烈的药香弥漫开来。我并不认得此物，紫玉膏。何玉瞪大了双眼，公子，这可是好东西，宗门里都不多见，就凭借这一瓶子的紫玉膏，其价值就完全能够抵消天雷符的损失。真的？你说说，这紫玉膏的主要用途是什么？名贵在何处？我心中狂喜。公子有所不知，我们修仙者除了灵符、阵法、炼器、炼丹这些修仙百艺、各路神通，还有一种修炼方式，也就是体修。体修肉身强大，则一本淬体功法，还需要药膏辅助。这二阶的紫玉膏，甚至就是筑基期的体修花大价钱都难以买到的好东西。它与丹药不同，外敷而用，原来是体修的辅助神药。我正愁肉身脆弱，看来得去方士淘一本淬体功法。夏日炎炎，我施展脸容术，戴着斗笠，与戴着面纱的何玉在方士主干道上寻找淬体功法。不知不觉，我们走到了药王阁门前。今日这里络绎不绝，一打听才知，药王谷即将招收弟子，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！加入宗门，所有的危机都将迎刃而解。我激动地走进药王阁，柜台后坐着一位童颜鹤发的老者，身旁站着一只二阶仙鹤，那仙鹤半眯着眼，显然病了。对我来说，这又是个修复简陋的好机会。公子，这药王阁是药王谷开的铺子，药王谷和我傀儡宗一样，都是6大修仙宗门之一。公子要是能够加入药王谷，也是一大好事。可惜我傀儡宗去年刚招收了弟子，下次考核要10年后，不然公子也能来我傀儡宗。何玉说道。我点点头，只要是6大宗门就行。各位年轻才俊，我药王谷将在近日招收弟子，布设考核，与炼丹有关，有意者明日到来此地。老者宣布道。听到这消息，我连找淬体功法的事都抛到了脑后，明日就考核。何玉，走，我们先回去。脸容术快失效了，我拉着何玉准备离开，刚出门，身后传来呼喊：兄弟请留步！一个面白无须的青衫青年走了过来。你是？兄弟借一步说话。青年将我们引到转角，小声传音：兄弟，药王谷有什么好的？不如等到入秋，我离火宗招收弟子，你再参加考核，你看如何？原来是宗门之间抢生意的。张怀仁的威胁迫在眉睫，我哪有时间等到入秋？不了，我摆手拒绝，转身欲走。青年顿时恼羞成怒，哼哼，不过是方士散修，我离火宗你还高攀不起。不过我话说在这里，我离火宗和药王谷不合，加入药王谷就是得罪我离火宗，你明日要敢考核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公子，此人好可恶，虽然6大宗门就药王谷和他离火宗最不合，有矿山之争，可是这么明目张胆的欺负人，实在讨厌。何玉气愤道。我冷眼看了那青年一眼，不过是个炼器后期的货色，若是敢来招惹我，我管他什么离火宗，照杀不误。明日一旦参加考核，我必定会暴露真容。张怀仁随时可能杀上门，现在绝不能有半点松懈。走，找方老前辈，是时候兑现承诺，把方氏之主的这份人情实实在在的握在手里了。还剩6点修复点，不知道够不够修好他的丹田。万仙楼，太阳西斜，砰的一声，我的房门被猛地撞开，方老和方如霜满脸激动地冲了进来。小友你准备好了？现在就可以治疗。哪怕是沉稳如方老，此刻也脸色潮红，呼吸急促，眼中迸发着明亮的光。实不相瞒，听闻药王谷最近就要招收弟子，我有意试试，毕竟只是方士散修，又有强敌虎狼环伺，我需要宗门当靠山。在考核之前，我先看看方老前辈的伤势，如无意外，今日就能治好。我感慨地看着他们，准备了这么久，终于走到这一步，是时候告别底层散修的身份了。你要考核宗门了？方如霜有些惊讶，哈哈，好，我果然没有看错小友，恭喜啊，祝你顺利的通过考核，成为宗门弟子。药王谷很不错，距离这里也不远，以后我们还会见面。方老哈哈大笑，那好，方老前辈冒犯了，我这就看看你的丹田，哈哈，好，小友你别客气。在何玉和方如霜的注视下，我伸手附上方老的腹部，装模作样的诊断，面板随即浮现，当日剩余修复点数6，当前可修复伤势，筑基后期修士的破损丹田，可投入3修复点进行修复，只要3点换一个筑基后期大修士的命，太值了。我看看，修复中，掌心一热，肉眼可见的，方老身上涌起澎湃的灵力，疯狂汇聚于丹田，一股让人心惊肉跳的筑基后期威压升腾而起。筑基
记后期修饰丹田以修复。我松开手，硬逼出满头大汗，装出一副极度虚弱的样子。修仙界常识，修复丹田需付出极大代价，我不能表现得太轻松。这就是好了。这是什么医术？何玉和方如霜瞪大了眼睛，满脸匪夷所思。万仙楼内鸦雀无声，方老身体微微颤抖，他尝试运功，久违的灵力如同甘霖般滋润着原本残破的丹田，再无半点滞涩与剧痛。好了，我的丹田竟然被治好了。方老双眼圆睁，震惊地看着我，甚至激动得说不出话。不到3个呼吸的时间，无需任何天才地宝，竟然就这么神乎其技地修补了他的丹田。好，小友，我方先信，以后这条命都是你的，将答应你任何要求。方老声音颤抖，激动的甚至把方如霜拉到我跟前，大有当场送我入洞房的架势。我汗颜，连连摆手，拿着这个储物袋，几乎有我一半的家当，你快拿着，收起来，这些都算是给你的报酬。方老一把攥住我的手，硬塞给我一个储物袋。方老前辈，你不必如此，不必这样。我大吃一惊，筑基后期半数的家当，这手笔太吓人了，你快收下。况且你很快也要加入宗门，这宗门啊，和我们方氏也没有多大的不同。外门弟子犹如底层散修，为了苟活，为了修仙，为了灵石，为了提升那么一丁点的实力地位，他们就连亲爹亲娘都能够出卖。在宗门里，你也要小心，不能没有实力底牌，切记一定不能大意。你在这青玉方氏承包天地，我会替你打理，真有收成，我会一分不差的命人送到你手中。听着方老句句发自肺腑的叮嘱，我心中一暖。在这冰冷的修仙界，这是第一份来自长辈的关怀。好，那就多谢方老，哈哈，我多谢你才真。毕竟要不是你，老头子我永远也不可能恢复修为。你好好准备今日药王谷考核，我很看好你。要是你考核不过，你就在方氏，我也会看着你，不让任何人动你一根汗毛。好，我重点头。那么小友，老夫我便走了，将来我们还会再见。毕竟方氏距离药王谷也不远。方老请便。送走脸颊通红的方如霜和急于恢复修为的方老，我看着手中的储物袋，深吸了一口气。有了方老这个强力靠山，我终于有了在乱世立足的底气。但张怀仁的威胁如鲠在喉，还有离火宗弟子的警告，让我明白宗门内同样步步惊心，今夜注定无眠。何玉英即将分别而如胶似漆。借着洞玄经双修至夜半，他修为在做突破。出门透气时，我又被楚三娘拉进闺房翻云覆雨，直到药王谷考核之日到来，下雨初歇，主干道上泥泞不堪。我踩着积水来到药王阁门前，这里人声鼎沸，3年一度的药王谷收徒大会开始了，只需20枚下品灵石即可报名加入。一位童颜鹤发的外门长老声如洪钟，几十名散修立刻如潮水般涌去报名。这一次大会的考核题目很简单，你们只需根据丹方在半炷香内炼制一炉义气丹，便能成功加入药王谷。我深知炼丹是修仙100艺中最难的，但我丝毫不慌，因为我有修复面板，只要能炼出废丹，我就能逆天改命。这位道友，你有何贵干？外门长老见我驻足，快步走来。方氏散修梁远前来参加考核。我拱手道：你会炼丹，略懂皮毛，先试一试。外门长老眉头一皱，面露不悦。既是初学者，略懂皮毛就不该好高骛远，不如改投其他宗门。长老所言极是，但我一直对药王谷心生向往，愿意花费2倍的报名费。我熟练地递上一堆灵石，不错，道友，你很懂人情世故。长老老脸顿时笑成菊花，往后若是有幸加入宗门，我定会多加提携，好好干，你这后生前途无量。他收钱办事，宣布考核开始，你们只需根据眼前的这一张丹方炼制出一炉义气丹即可，而且丹药品质越高，最后给出的评价也会提升。在宽阔的别院中，我和10余名修士开始炼丹。砰，半盖茶时间刚过，我的药炉便陡然炸开，黑烟滚滚，引来周围阵阵哄笑。我塞前走后门，却第一个炸炉，可谓出尽了洋相。但我没有理会，平静地从废渣中捡起一颗废丹。当日剩余修复点数8，当前可修复物品废弃的义气丹，可投入2修复点进行修复。掌心微热，废丹瞬间化作晶莹剔透、流光四溢的灵丹。义气丹已修复，等阶一阶下品，品质无瑕。介绍：品质极高，服用后能增加1年寿命。竟然是无瑕品质，炼丹师梦寐以求，需要极致顿悟才能炼出的极品丹药。我眼神变得炽热，这绝对足够我通过考核了。所有人集合，每一个念到名字的站出来。外门长老漂浮半空，开始宣读名单：白芷涵、方杰、曹秋水。念了10余人，却没有我，其余人等即刻离开此地。外门长老神情冷淡，准备带着通过考核的仙苗们乘仙鹤离去。我懂了，炸炉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经将我淘汰。但我没时间懊恼，因为余光中一道熟悉的身影正穿过人群，朝我狂奔而来。张怀仁，他老婆死了，儿子死了，本命法器被毁。如今我终于现身报名，他果然杀来，看他那架势，恨不得活剥了我。生死存亡之际，我不慌不忙的轻咳一声，运足灵力，大吼：长老留步，我才是这次考核的第1名。全场瞬间死寂。你是说本长老看错？仙鹤悬停，狂风肆虐。外门长老鹤青居高临下，眼神冰冷的盯着我。仙鹤背上那些通过考核的年轻人，眼中也满是鄙夷。长老误会，实则我炼丹手法有所不同，炸炉也是常态。我老神在，脸部红心不跳。鹤青脸色稍微缓和，但语气依旧冷淡。那好，即使你没有质疑本长老，也要拿出丹药来。倘若拿不出证明你考核第1名的凭据，你会付出代价。众人纷纷冷笑，在他们看来，我炸了炉，最多只剩下一堆药渣，怎么可能拿得出丹药？躲在人群中的张怀仁更是目露凶光，他以为我只是在拖延时间，只等我被戳穿谎言，他就会立刻抱起杀人。长老，实在是我炼丹有所古怪，绝无质疑之心，长老误会也是情有可原。
人。且看我翻手一亮，一枚晶莹剔透的义气丹出现在掌心，浓郁的丹香瞬间溢散开来。这药王谷弟子们大惊失色，就连那头仙鹤都瞪圆了眼睛。无暇品质的义气丹，乍炉出丹已是违背常理，更何况是传说中需要极致顿悟才能炼出的无暇神丹，这还真是无暇的品质。小友，你很谦虚啊，看来你这炼丹手法还真是独特。贺青眼中的轻蔑瞬间被震惊取代，他飘然落下，拿起丹药仔细端详，脸上的笑容像是一朵盛开的菊花。哪里，药王谷的炼丹术让我心生向往。我松了口气，稳了。你很会说话，我看好你。贺青的态度来了180度大转弯，凭此无暇义气丹，你能居考核第一。本长老名叫贺青，看你炼丹精湛，有真本事，我将破格录取你，以后你就跟着我吧，成为我的亲传弟子。此言一出，全场震动。亲传弟子的待遇可是普通内门弟子的3倍，刚才还嘲笑我的年轻人们，此刻面面相觑，极度的脸颊发烫。多谢长老厚爱，梁远能够跟随长老炼丹，这是莫大的荣幸。弟子拜见师傅。我立刻打蛇随棍上，这枚丹药就当是孝敬你老人家的。不错，你很懂人情世故。贺青眉开眼笑，麻利的将无暇丹药收入袖中，走，跟我来。他大袖一挥，狂风将我托起，稳稳落在仙鹤背上。就在这时，下方尘烟中冲出一个人影，且慢。张怀仁咬牙切齿的走出来，满脸杀气，对着半空中的贺青远远拱手，在下张。